贺宇曾是不可一世的京圈小少爷，后意外破产，跌落神坛。我义无反顾陪着他重振贺氏，从谷底重回神坛。在一起第8年，我终于等到了他的求婚。我喜极而涕，连连点头。订婚宴上，他与我十指交扣，目光坚毅地承诺，我绝不辜负青青的。可当晚，他却抛下我，照顾割腕自杀的初恋。我站在病房外，手脚冰凉地看着里面，满园春色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贺宇的订婚宴台场不大，但胜在精致温馨，从酒店、蛋糕到请柬、伴手礼，订婚宴上每一步流程，贺宇都亲手操办，只为给我打造一个最满意的订婚宴。贺宇一向对红玫瑰情有独钟，所以酒店现场9999朵红玫瑰被精心打理，堆砌成一个大爱心，中间高高挂起我们拍的婚纱照。我嘲笑他土死了，他一把逮住我，往我腰上使坏，我跟瞎子似的，全身收缩蹦了一下。他早就知道我的软肋，越发来劲在我腰上捏。他从背后双手禁锢住我的腰，略带喘气地说：“笨蛋，这代表我对你浓浓的爱意。”红玫瑰的寓意就是热烈、炽热的爱。无论订婚还是结婚，我都要把所有好友都请过来，共同见证我们的爱情。青青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。所有的仪式，我都要给你准备最盛大。我不愿太高调，只想简简单单就好。他见我执拗，退而求其次。订婚宴听你的，结婚宴听我的。订婚可以简单点，但绝不能敷衍。我得盯着他们布置。明年的结婚宴必须要大办特办，我要让全市的人都知道我有多爱你。那晚，我听着他的承诺和誓言，感动得眼圈赤红，紧紧抱住他，恨不得把他揉进骨子里。对面，贺宇的家人笑着走了过来。他注意到我的失神，放在我腰间的手微微使劲，示意我敬酒。贺宇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握着高脚杯，辗转于我们彼此的亲朋好友之间，熟稔的敬酒，一杯又一杯。而我手中是一杯黄灿灿的橙汁，我的酒杯刚被他温怒地撤走。好朋友凑近耳边，一脸艳羡：“青青，贺宇好爱你呀！”我观察了好久，从开始到现在，他的手就没离开过你，扒得紧紧的。我听着，淡淡的笑了笑，心中略有苦涩，侧过头望向他，他像是心灵感应一样，扭过头来，四目相对，眼眸中情至深处。他低下头，嘴角盖在我的眼上，仿佛亲吻一块至宝，温柔又小心。他的好兄弟调侃道：“哎呦，都在一起这么久了还这么腻歪。”一边捂住眼睛，一边打趣：“我们啥也没看到。”他笑着制止：“够了呀，青青脸皮薄，你们就别取笑了。”订婚宴热热闹闹的，好不喜庆。给双方长辈敬酒的时候，他紧紧挽着我的手，手心里满是汗，眼神却无比执着坚毅。“爸妈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不会让青青难过的。”青青一路陪我从谷底站起来，没有人爱她更爱我，我会认真待她，我绝不辜负她。我心头一酸，眼泪不自觉流下来，止都止不住。贺宇俯身把我散下的头发挽在耳后，我说到做到，我的心却在动摇。我望向他深邃漆黑的双眼，想看出他是否有一丝一毫的心虚，却只看到了万分的坦然真诚，就好像他真的爱极了我。我屡屡想脱口询问，我想问他，是真的吗？那徐慧呢？就在订婚前一晚，他的手机一闪一闪，
我经常会帮他回复客户，所以我很自然就拿起他的手机查看。看到信息，我一怔：阿宇，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过去7年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，但我没办法。当年的事，你愿意听我解释吗？信息是徐慧发来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二人又恢复了联系。我往上滑了滑，费了许久才滑到最顶端。我一条条往下看，不愿错过任何一条信息。聊天界面里，寥寥无几的绿色对话框在清一色的白色框里显得有些突兀。他的信息有后悔的，有示爱的，也有简单的问好。贺宇没怎么回复，仅仅有的几条也隔了几个小时。越往后，信息越密集，甚至还有半夜12点发来的长达几十秒的语音。很明显，贺宇一一听过了，因为语音旁没有显示未听的红色标点。我内心燃起熊熊不安，有一股莫名的直觉告诉我，我的幸福终究会被打破。我和贺宇从初中开始便是同班同学，但他和徐慧却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梅竹马，同时也是男女朋友。初中、高中，贺宇给了徐慧明目张胆的偏爱和宠溺。毕竟那时，贺宇还是京圈里的小少爷，众星捧月，要啥有啥。元旦晚会，贺宇上场给徐慧送上999朵红玫瑰。徐慧生日，贺宇包下数千台无人机，在学校操场高调示爱。他对她的爱就如这红玫瑰一样耀眼又炽热。我躲在暗处默默窥探，但从未设想过什么。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爱情会直到天长地久，包括我。但世事难料，高考还未结束，贺家突变，他身边的人躲他都来不及，更别说帮他。徐慧也如他们一般，对贺宇撂下狠话，上车离开。听朋友说，分手后他追随着另一个竹马出了国。这时贺宇才反应过来，他不是他的唯一。徐慧不只培育了一颗竹马，竹马比得过天降，可未必比得过另一个竹马。大雨滂沱，贺宇全身湿透，愣在原地。他失魂地望着早已不见身影的汽车。我在一旁撑着伞，为他挡住雨滴。贺宇，你还有我。他用力把我推开，朝我怒吼：滚！我不需要你来可怜我。贺宇，我没可怜你，我只是在报恩。毕竟我高中3年的学费是你交的。外婆去世后，妈妈不想承担我的开销，便偷偷把我送到了爸爸家。可父亲早已成立了新家庭，有了新的儿女，他自然不愿继续送我上学，所以他赶来学校，想直接为我办理退学手续。是贺宇替我交了学费，高中3年的，他一次性交了。那日，他站在窗边，阳光透过树叶，斑驳地落在他脸上。你没钱，不知道去赚啊！你作为父亲的责任呢？担当呢？有你这样的爸爸吗？你不要玷污了父亲这个角色。这是第一次有人替我打抱不平，义正言辞地把我爸对得哑口无言。依了他，我才得以继续读高中。高考结束，我托朋友拿到贺宇的志愿，和他填的一模一样。整个暑假我都在兼职，在开学前一刻，终于攒下贺宇的学费。我瞒着所有人，自己去申请助学贷款。上大学后，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当家教，去兼职。寒暑假更是没日没夜的兼职。慢慢的，他对我的态度逐渐暖化。在毕业后，终于攒下了一笔钱，我把这笔积蓄送给他，开始陪着他创业。在最穷的时候，我们挤在几平米的房间里，一边吃泡面，一边看策划书。最痛苦的是冬天，因为没有多余的钱交暖气费，我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。后来，公司规模渐渐扩大，
他需要不断应酬，我心疼他胃不好，接过酒杯替他挡酒，一杯又一杯，喝到胃出血。醒来时，他红着眼发誓，以后再也不让我喝酒了。他说他要让我过上好日子，我信他。他向我求婚的时候，邀请了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共同见证，我欣喜若狂，觉得幸福就在眼前。我以为他早已忘了徐慧，可几年过去了，徐慧还是那么轻易就扰乱了他的心。订婚宴结束，我们回到婚房里，阿姨离开前已经准备好了醒酒汤，还热乎着。我盛了一碗，细细吹凉，温度正好才端出去。贺宇，醒酒汤来了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。见我来了，贺宇连忙立马熄屏。我心一颤，垂头敛眸，当作无事发生。辛苦了，我的青青。他用勺子小口小口地舀汤，优雅有风度。我以前爱极了他这副模样。一旁的手机接二连三打来电话，他统统挂断，置之不理。我体贴的没有过多询问，直到手机一闪一闪，他瞄了一眼，便再也坐不住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动作大到桌子都被迫移开了距离，玻璃碗也随之落地，砰的一声摔得粉碎。青青，公司里有点急事，我先出去一趟。我急不可耐地抓住他的衣袖，紧盯着他。今晚是我们的订婚夜，有急事不能明天处理吗？以前无论他加班到多晚，无论有多忙，我都不会介意，甚至于心疼他太累太辛苦。可今晚不是寻常的夜晚。他眉头紧蹙，带有几分不耐，说了句抱歉，用力扯开衣袖上的手，拿上钥匙扬长而去，头都没回。往常他离开都会有一个离别吻，他说这是仪式感，不能少。我不知道公司里是什么急事，让他破了例。我悄悄跟在他身后，来到医院，站在病房门口。我一出现，徐慧就发现了我，丝毫没有意外，仿佛等我很久了一样。我们四目相对，他得意又挑衅地冲我挑眉。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连连惹人心疼。贺宇背对着我，坐在病床上，浅色系的病房里有一抹艳丽的红，格格不入，独居一隅。那是一束我十分熟稔的红玫瑰。贺宇的仪式感十足，出门焦急的离别吻都忘了，来探望却没忘记带束花，还是一束红玫瑰。花语是我爱你，每一天。也不怪徐慧多次试探，看到这束红玫瑰，谁不会想入非非？病房里，他替她掖了掖被子，双手紧紧握住徐慧的手掌。他割腕自杀了，伤口浅得可怜。这样的小把戏，贺宇却看不出来。不知该说他当局者迷，还是爱他爱得太深，以至于失去了理智。但无论是哪种，都总归是我输了。他手段低劣，却好使。我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恶趣味。随即，他轻轻开口：“等下，苏青会不会生气？”他的声音沙哑极了，惹得贺宇连忙盖住他的嘴。声音怎么哑成这样了？快别说话了。徐慧俏皮的嘟嘟嘴，点点头。我等会就回去。今晚毕竟是订婚夜，我不能待太久，必须回去。瞬时，他眼圈红了，豆大的泪滴流淌出来，演技一流。我知道，我刚才就不应该叫你出来的。可是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你就这样真的离我而去。阿宇，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，可是现在我们却……阿宇，难道我们真的就这样错过吗？你舍得吗？你甘心吗？他沉默没说话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他不舍得，他不甘心。半晌，他终于开口：“我爱你，阿慧。但是，对不起，青青陪了我好几年，我不可能和他分开。”徐慧失魂落魄，
但还是故作坚强。我明白了，你走吧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吧。说完，他一把扯开手腕上的绷带，任由伤口裂开，鲜血缓缓流出。贺宇惊叫一声，压住他的手，重新强制包扎好，死死不放。最终，他认输道：“好，我不走，我一会和他解释一下。”徐慧瞬间喜笑颜开，向前搂住他的腰，亲昵地趴在他的肩膀上，宛如一个娇俏女人，目光直视我，眼里是无法忽视的得意，嘴巴做出口型：“你输了。”说完，他把脸埋在贺宇脖颈，额头蹭蹭他的皮肤，碎发不经意间刮到他，弄得他笑出声。闻言，徐慧恶作剧的用碎发使劲挠他，二人对视一眼，眼里是显而易见的欲，接着相拥相吻。我站在门外，手脚冰凉，自虐般一不动脚。许久，我回过神来，拿出手机录下他们吻的视频，听到里面亲热娇喘的声音，我便再也看不下去。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到家中的，拿出手机才发现贺宇早早发来了信息：“青青，公司文件有点多，我今晚就不回来了，别等我了，早点睡，晚安。”他从前也有过睡在公司的经历，他以为这个理由依然能瞒过我，也怪我对贺宇太过信任。我坐在地毯上，背靠沙发，独自沉思，独自消化情绪。半夜，手机响了，提示音不大，但在寂静的夜空中无比响亮。我扫了一眼时间，4点35分。谁会这个点给人发信息？恐怕也就徐慧了。他发来了一段监控视频，背景是医院病房。我刚从哪回来，不会忘。紧抱在一起的两人，宛如连理枝。医院独有的被罩盖住了病床上两人。我们刚刚结束，过程甜蜜极了。这个场面我早就想象过，但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心脏还是不免抽痛，全身冰凉。听着我深爱的男人发出熟悉的声音，过去无数多个夜晚，这声音在我耳旁温柔地喊我青青。几十秒的视频，我不知反反复复看了多少遍。视频关了，再点开，关了，再来一遍，不知疲倦。我没有回复，这似乎惹怒了他。你知道贺宇为什么要帮你交高中3年的学费吗？因为我和他说，你好可怜啊。等贺宇回到家中，天早已大白。他关门一转身，看到我坐在吧台，正直勾勾盯着他。他表情有一瞬间惊慌，但很快冷静下来。青青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我嘴角扬起冷嘲弧度，语气不善。我昨晚一夜未睡，和谈起的早。他像是没注意到我的怒气，径直拉开我旁边的椅子坐下，一手支在下巴，一手揉揉我的头。怎么不睡？是想我了？我没回复。他一开凳子，把我打横抱起，往卧室走去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睡，把昨晚落下的春宵补回来。他的话让我泛起恶心，我迅速挣脱开，离他几步远。骤然的动作让贺宇不知所措。青青，你……我打断他的话，眼神冷漠地直视他，仅存的一点耐心也被磨灭。贺宇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晨曦落在他的脸上，照出他眼神里的慌乱，一览无遗。他表情困惑，试探道：“你知道什么了？”我没有耐心解释，把徐慧发来的消息，还有我在病房门口拍的照片、视频，统统展示给他看。手机架在他面前，我越往后滑，他的脸上越苍白。最后，我直接打开徐慧发来的监控视频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他慌了，防线彻底崩溃。他死死攫住我的手，声线颤抖：“青青，你听我说，我和徐慧，他割腕自杀了。我不去的话，我怕他会……”我大声朝他怒吼：“会怎样啊？”
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想要你，让你去找他。他若是真的想死，他大可直接一点啊，何必这样扭扭捏捏，欲拒还迎？他想让你去，就证明不是他真的想死。我知道我说的太冲，可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，我无法冷静，我无法控制自己。被挚爱的人背叛，怎么能冷静？贺宇，你还记得订婚的时候，你承诺过什么？我一定不会让青青难过的。青青一路陪我从谷底站起来，没有人爱她更爱我，我会认真待她，我绝不辜负她。才短短几天，贺宇，你这么快就违背了你的承诺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我本不想去的。我挂了他的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忍住心中的酸涩，盯着他的眼睛。可你还是去了，不是吗？你最终还是看了信息，还是放不下他，没有犹豫地奔向了他，接着旧情复燃，你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关系。就像那句话，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消失不见。徐慧不是个合格的前任，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人品问题，一部分是贺宇的原因。他看似冷漠的拒绝，对徐慧而言就是默许，就是有机可乘。贺宇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也不是个东西。从最初通过他的好友验证，到后来一次一次默认他的越界，他们的聊天记录里，徐慧发了无数条信息给他，而他回复的次数就3、5次，屈指可数。可对徐慧而言，3、5次就足够了，足够他预谋，足够他行动。而我是最受不了这个的，当断则断，何必藕断丝连？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深爱了7年的男人，此刻竟觉得无比陌生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脱口而出：贺宇，我们结束吧，婚约也尽早解除吧。在贺宇回家前，我就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，叫来了搬家公司，把东西一一搬到了我自己买的房里。求婚后，贺宇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女生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现在看来，这套房真是买对了，这也算一语成谶吧。和贺宇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我们身上还有利益互绑，更何况还没通知双方家长。我分别约了爸妈，一同在咖啡店见面。小学时，爸爸出轨被抓，妈妈果断选择离婚，但两人推推搡搡都不想要我的抚养权。外婆实在看不下去，心疼我，把我接到她身边抚养我长大。后来爸妈各自成立了新家庭，接着又各自有了小孩，彻底把我忘在了外婆家。直到高一，外婆去世，我被妈妈送到了爸爸家。爸爸对他的这种行为嗤之以鼻，为了发泄，他决定不让我读高中，还是贺宇帮我交了学费，才继续读了高中。上了大学，爸爸没给过我一点生活费，我还要给你弟弟攒钱买房买车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我问妈妈要，青青，妈妈也有家庭，你已经成年了，要学会自己面对。我听了之后，再也没联系过他和爸爸。但在我和贺宇创立贺氏事业有成之后，他们倒是主动找上了我，一个要我借钱给弟弟买房，一个要我托关系帮妹妹进重点高中。我念在他们的生育之恩，心一软帮了他们。我取消婚约，还没有通知他们，我把他们约了出来，并未瞒着，将前因后果一一告诉他们。妈妈很激动，一手拍在桌子上，嘴里大骂贺宇，男人都是狗东西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我知道他不只是在骂贺宇，他也是在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。妈妈一向果断直接，就如当初发现我爸出轨后立马离了婚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但这次我说取消婚约，他马上站起来强烈反对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
我以为按照他说一不二的性格，他会支持我。毕竟他眼里比我还容不得沙子。青青，你要是取消婚姻，以后上哪去找这么有钱有势的老公？他出轨被你抓住，你正好可以借此要挟他。你要是放手，那他的财产可都要被那个小三拿到手了，你舍得吗？许久未说话的爸爸也开口劝我：是啊，青青，他这么有钱，你忍一忍就好了。离婚后，爸妈针锋相对多年，二人的观点第一次如此高度一致的统一。其实很久之前我就知道，他们两个并不爱我，只是这几年我的事业越来越好，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开始装作爱我，伪装出来的关心蒙蔽了我的双眼，让我误以为他们还是爱我的。现在看来，他们只是为了所谓的利益罢了，怕我和贺宇分开，怕错过这个金龟婿。我略带苦涩地笑了笑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我眨眨湿润的眼睛，结账离开。我回到家，在楼下远远看到一个人影，是贺宇，地上一圈都是烟灰，他手上的半根还在冒着白烟。他看到我的那一瞬，立马掐灭了烟灰。青青，你回来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打算直接越过他上楼回家。青青，等一下。贺宇紧紧拉住我的手腕不放。青青，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和徐慧断了，我再也不联系他了。我不想和你分开。青青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和你解除婚约的。贺宇低头看我，脸色苍白，眼圈赤红地看着我，委屈极了，仿佛在怪我丢下他不管一样。可明明是他犯了错，明明是他出轨在先。我沉默许久，没有表态。5分钟、10分钟，他握住我的手，一点点用力，委屈地撇撇嘴。半晌，我开口：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。我上楼取了一份文件，递给了他。他只扫了一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表情很是受伤。我缓缓解释，这是公司的财产分配书，我们一同创立贺氏，55分，公平公正，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了吧。青青，我收回手，身子一侧，没事我就走了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聊的了。贺宇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离开。我曾经深深爱着贺宇，但现在我只觉精疲力竭，他不值得。我的爱很宝贵，如果有人不珍惜，那我就收回来。搬出来后，我和贺宇虽然不住在同一屋檐下，但是白天工作，我们还是无法避免要见面共事。我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桌上摆着一束红玫瑰，这是贺宇一贯的作风。助理在一旁满眼羡慕：老大，贺总对你真好，我也好想找一个总裁男朋友啊。我也想，好甜蜜呀，这狗粮我爱吃，嘿嘿嘿。老大，你和贺总结婚了，记得给我们发喜糖哦。看着办公室里的小女生羡慕的语气，我只觉得讽刺。若是往常，我会笑着把他们赶回去工作，但现在我只觉得讽刺。我倏地把红玫瑰扔垃圾桶里，以后再有花送来，一律扔掉。众人傻眼，随即面面相觑。这时，办公室里门被打开，贺宇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保温桶。他自然看到了垃圾桶里的玫瑰花，眼底复杂的情绪一闪而过，但却当作若无其事，自顾自地打开保温桶，拿出热乎乎的汤。青青，这是阿姨熬的汤，趁热喝了吧。我微微笑，点了点头，公事化开口：谢谢贺总。Amy， 拿去倒了吧。说完，我旁若无人地带上文件，出门径直去了会议室。与他擦肩而过，他炽热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，但我未看他一分一秒。他以为他这样就能让我回心转意吗？
这未免也太容易拿捏了。可我苏青一向不是个容易拿捏的人，我一旦认定，绝不轻易回头。我只是爱错了人，但并不代表我就要放弃我的事业。我的人生不只有爱情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只能围着男人转的女人。整个会议由我主持，没有卡壳，没有不自然的停顿，仿佛机器人一样，公事公办，不受任何私人情绪影响。只是大荧幕正对面处的贺宇有好几次盯着我出了神，我没理他。结束后，贺宇叫住了我，其他部门一些同事还不知道我和他分手了。出门前，在一旁揶揄调侃：“干嘛呀？贺总和苏总是嫌我们做电灯泡了？孤男寡女的，该不会要……”其余同事纷纷起哄，他们不知情，我不好朝他们发作。我背过身，冷着脸看着贺宇在一旁高兴地听着他们奉承打趣。他们一走，我彻底没了表情，说话更是没有丝毫温度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他伸手想要牵住我，我狠狠后退几步，十分嫌弃：“别碰我，脏！青青，你我之间一定要这样说话吗？”他眉头紧皱，都能夹住一只蚊子，十分不爽。大概是因为没人跟他这样说过话，我也没有。他无非又是想挽回我，真没意思，还是不太了解我。我一向是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。贺宇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，如果不是找我来商量财产分配的事，就没必要谈了。走之前威胁他，如果不签字，我就把他出轨的事抖出去。贺氏是他的心血，为此我们俩打拼了好几年，他不会容许我这样做。临走之际，他震惊发问：“一旦你抖出来，贺氏就会陷入舆论危机，你舍得吗？”贺宇呀，贺宇，哪怕到现在，你还没意识到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。我不抖出来，别人抖出来，就不会陷入舆论危机了。你不想他陷入危机，为什么自己不知道约束自己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人人都挂在嘴边，人人都知道，可他却不知。贺氏不光是他打拼出来的，也是我打拼出来的，我怎么可能舍得？但人总要从头开始的，念旧也好，怀旧也罢，但终究不能守旧。男人如此，感情也一样。比起这样要断不断，藕断丝连，我更想痛痛快快结束，然后干干净净开始。一日，我的手机受到了信息轰炸，徐慧的手笔：“苏青，你为什么还要纠缠贺宇？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你已经看到视频了，为什么还不肯离开他？你这个心机女，是不是从高中就喜欢上了贺宇？高中时他这么爱我，你是不是嫉妒我，所以现在报复我，不肯走？”我毫不留情地反击：“你只是个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，你有什么脸面指责我？贺家一败落，你就抛弃他出国，转头和备胎竹马结了婚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从来就不是我纠缠贺宇，但他不信，无所谓，他这样的人，信也没用。你要是想和他在一起，就自己看好他，让他少来恶心我。还有你，少出来膈应人。你不嫌膈应，我嫌。我想过，要让贺宇在财产分配书上签字会很难，我或许还得纠缠一段时间，他才会签字。甚至我都请了律师，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，但唯独未想过他自己主动找我签字。接到电话那一刻，我属实讶异，他是良心发现了，决定放我离开。我来到事先约好的咖啡厅，贺宇早早到了，桌上已经点好了我常喝的拿铁。青青，这是你要的财产分配书。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这不是我的那份。贺氏集团是我和贺宇共同创立，有我一份就有他一份，
所以公司股票我只要了一半，房产和车子都是一人一半。我和贺宇可以说是5-5开，但是贺宇给的那份却是3-7开，我7，他3。我表情疑惑，眼神询问他，他犹豫了一会，慢慢开口道：青青，我本来是不愿意签字的，可是徐慧她怀孕了，你知道的，徐慧她是2房的女儿，所以一直以来她都很介意自己的出生，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和她一样没名没分地降落在人间，你能理解吗？青青，我得对她负责，我要娶她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骨肉，我没办法，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也没办法，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不会不愿辜负你。青青，我不想让外人怀疑是徐慧介入我们之间，这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心情，她现在情绪不能大起大落，真可笑。原来你知道是徐慧介入我们之间啊，讽刺极了。都说什么直男，男人不懂，男人区分不了绿茶，其实他们懂，只是装作不懂。所以我希望你签字后能够主动发声明，说我们2人早已分开，解除婚约。我看着对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冷嘲道：所以这算是买我发声明，财产里多出来的那2份是给我的报酬。他抿住嘴，缓缓点了点头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现在怀疑我当初是怎么喜欢上贺宇的，真是眼瞎了。前脚还在办公室里低声下气求和，后脚就能和别的女人结婚，还美其名曰没有办法。不过这也与我无关，我本就是要和他解除婚约的，现在不仅能解除婚约，还能多分个几亿财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一举两得，所以我同意了。第2天，我编辑好术语，公开消息，很抱歉，没有成为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，让大家失望了。我和贺宇一路走来，彼此陪伴了7年，但我们命中注定没有姻缘，现共同决定解除婚约，回归到朋友的身份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。毫不意外，这条信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再一次上了热搜。第1次上热搜是订婚的时候，最初我不想大肆宣扬，贺宇同意了，所以我们召集双方亲友见面，共同吃饭。但没想到还是走漏风声，被媒体报道出来，上了热搜。只是没隔多久，又因解除婚约上榜热搜。然而，我第3次上热搜是托贺宇和徐慧的福，2人官宣结婚，几乎全京圈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了婚礼。他曾经说过，结婚要大办特办，要让全市的人都知道，他做到了。只是新娘不是我而已，这直接将我们3人送上了风口浪尖。从我发布声明解除婚约到2人公开结婚，中间仅仅隔了1个月，是个人都会怀疑男方出轨、小三上位，这也是广大网友在广泛讨论的。为此，贺宇特意发博：我和苏青早已结束，阿慧不是小三上位，她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中途分开了8年。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这7年的遗憾，我会用毕生去弥补。很高兴你还爱我，我也爱你。徐慧，我8年的青春，8年的付出，在他眼里成了8年的遗憾。我付出一切，排除万难，陪他重回顶峰，甚至不惜隐藏自己的光芒，甘愿做他背后的女人。结果，他当着众人的面告诉我，那7年都是遗憾，我反而成了他们2人甜蜜爱情的绊脚石。这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笑话。这就是我一心一意爱了8年的男人，可笑极了。我很少会后悔做过某一件事，但此刻我无比后悔，后悔我8年的青春
闺蜜突然发来消息：青青，我发现一件事，那对狗男女的婚礼现场好像就是照搬你的，连婚纱都和你定制的一模一样。我放大照片，仔细端详，从官宣的照片看出，婚礼仓促但很隆重，确实很熟悉。刚开始还没发现，细看才注意到，徐慧身上的婚纱就是我之前定做的那条。当初定制的时候，都是按照我的3围来定制的。想到贺宇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却让他穿着为我量身打造的婚纱，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不光如此，连婚礼策划、现场布局都没变。我打心底里觉得好笑，这贺宇渣也就算了，还是个奇葩。他也不怕以后徐慧知道，膈应得慌。想到徐慧，我忙猜他还不知道呢。如此有意思的事，他不该被瞒着，他应该也必须知情。我立马给徐慧发去消息，告诉他实情。他前前后后恶心了我好几次，我只恶心他一次，不过分吧？你穿的婚纱是贺宇请设计师替我定制的，婚礼现场也是策划团队按照我的喜好布置的，这些他应该没和你说吧？想不到你也有当替身的时候。无妨，衣服就送你了，男人也送你了，不三不四、漂浮不定的男人留着有何用？我发去的信息足够让徐慧气急败坏了，有可能还和贺宇大吵了一架。因为我发现贺宇的脸破相了，我很早之前就和贺宇提交了辞呈，他迟迟不肯批。徐慧怀孕后，他主动找我谈，我答应发声明，他立刻批了辞呈。这次去贺氏是去办理最后的手续，所以我现在十分自由。辞职后，我开始着手想把贺氏股份高价卖了，趁着现在贺宇的丑闻还未被揭露，公司股票也没跌，正是好出手的时候。我物色了很久，想把股份卖给合适的人，毕竟除了贺宇，我对贺氏还是有感情的。筛选了很久，终于谈成，对方给的价格很高，在业内也比较有可信度。股份卖的钱加上其他的不动产，我足足有10多亿。目前我手上的资产还算富裕，我打算拿这些钱重新创业。人嘛，总是要从头再来的。况且一开始我就对企业管理不抱兴趣，只是为了陪贺宇而已。答应过他，陪他重振贺氏。现在我想投身到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行业。我开了一家漫画公司，未来想办一场漫展。我执行力一向很高，有了大概方向后，就开始着手准备。创业很艰苦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却不觉得疲惫。几个月后，我见到了徐慧，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我公司的地址，不请自来。苏青，你可真厉害。她诘问的语气和她的脸一样，咄咄逼人。分走了这么多股份和财产，我淡淡笑了笑。助理送进来2杯咖啡，我端起抿了一口咖啡，开口道：他自己主动给我的，我为何不收？对了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感谢你插足。你要是不插足，我短时间内还看不清贺宇的真面目。他为何要多给我股份？说白了，就是封口费，就是为了买我闭嘴，买我主动公开分手。他这些都是在给你擦屁句，懂吗？谁让你是小三上位呢？说出去都不好听啊。当小三介入我们之间。徐慧闻言丝毫没有羞耻心，反而还洋洋得意。苏青，这也怪不了我，他都说了，他还爱我。你们在一起7年，他最终不还是和我在一起了？是我的，别人抢也抢不走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苏青，我也得感谢你，谢谢你陪他打拼创业。要是没有你，我和肚子里的宝宝恐怕都没有机会乘凉。他见我神色不对，愈加得意，鼻孔都快朝天了。
他以为我在难过。说实话，我确实挺难过的，但我难过的从不是因为贺宇，而是为我自己，为我自己8年的青春而难过，付出真心却没有得到回报而难过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那这明月不要也罢。我将手中的咖啡泼在他脸上，冷冷凝视他。我是栽树没错，可你别忘了，这棵树的果子1半以上都入了我的口袋，剩下的烂树烂果，我压根没放在眼里。你拿去乘凉也好，饱腹也罢，都随你，我不稀罕。贺宇是京圈小太子出身，他父母对他极其宠溺，他还未学到任何经商之道，他家就破产了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是一蹶不振的状态。而我从小就深谙社会和人性的黑暗，早早开始全方面学习，我的能力自然远在贺宇之上。公司成立初期，很多时候都是我独当一面，后面规模越来越大。我了解贺宇，他自尊心强，所以我为了避免流言蜚语，为了不让人觉得贺宇没能力，我逐渐退居后位。哪怕在人前，我也要把我的功劳加在贺宇身上。和他一起出席的场合，我很少会露出我的锋芒，只是站在他身后，故意降低自己的光芒。不少人赞誉贺宇能力出众，经商有道，还有几位仰慕贺宇的世家小姐讽刺我出身低微，配不上贺宇。这些我都毫无怨言，我小心翼翼维护他的自尊，维护他的形象，把本该属于我的狼皮披在他身上，隐居幕后，做他背后的女人。这些我也心甘情愿。我不是受虐体质，也不是我心软好欺负，只是因为我深爱贺宇，仅此而已。但是我从来就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我是经历过血雨腥风的野花。贺宇不配，我也无需再退，我的光芒要为我自己绽放。1年后，公司五脏俱全，逐渐步入正轨。我将大部分任务交接给合伙人，注意力集中在筹备漫展上。这是一项不易的挑战，十分考验，也十分锻炼人的能力。工作愈加忙碌，意外收到了贺宇的短信，才想起已经有很久没有听到过贺宇了。往事如过眼云烟，我现在的生活充实又美满，实在是舍不得打破。青青，明天可以见一面吗？我没回复，随手拉黑了他。第2天上班前，助理八卦地拦住我：苏姐，里面有惊喜哦。我莫名联想到昨晚的信息，心中有了猜测。没错，桌上又是红玫瑰。我翻开玫瑰花，找到了贺卡，署名贺宇。贺卡和玫瑰一如既往的老土极了，我只看了一眼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和徐慧又有问题了，所以贺宇才来我这吃回头草。不过我不会再扶他这堵烂泥。几周后才再次听到他的消息。午饭时，办公室里的同事突然间惊叫一声：大事件！贺氏集团的贺总在闹离婚呢！我没抬头，自顾自地吃饭，可耳朵却高高竖起。倒不是对他死灰复燃，只是单纯的看戏，不想错过这一出好戏，想看看这对高调示爱、错过7年的青梅竹马会怎样收场。他老婆刚生完孩子，怎么就在闹离婚？他被绿了。他老婆生的大胖小子根本不是他的，是他的前男友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纷纷感叹豪门是非多。助理一边啃鸡爪，一边含糊道：这可不是一般的绿呀，简直是顶着一头青青草原啊！我噗呲一声笑了出来。他们知道我和贺宇的过往，见我没受什么影响，便更加肆无忌惮，不加掩饰地对他讽刺：报应啊，风水轮流转，
报应也该轮到他身上了。这几日，贺宇连连上新闻，养活了不少营销号和狗仔，成了他们的金主爸爸。网友给他颁了一个奖项，新时代最佳接班侠。我躺在按摩椅上，津津有味地刷着这届网友的辣评，乐在其中，舍不得退出。狗仔纷纷出来爆料，两人正在闹离婚。就在不久前，疑似有路人拍到徐慧带着儿子和前男友见面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徐慧狮子大开口，想刮走贺宇大部分财产，分财产。贺宇自然不同意，他现在还有什么财产？外人接二连三的赞誉和夸奖，早就蒙蔽了他的双眼，愈发心高气傲起来。我走后，公司里不会再有人阻拦他，也没人能阻拦他。他狂妄自大的接连投资了好几个项目，其中有几个早在之前我就不让他投资，他还是一意孤行的投了。过了这么久，这几个项目终究还是赔了。现在的贺氏就是一个空壳子，只是外人还不知道，贺宇的自以为是终究还是害了他。这个节骨眼上，贺宇是不可能让徐慧分走他的财产。这个结局，我不觉得他可怜，自食其果，因果报应。再后来，贺宇死了，死得很突然。初闻此消息，我内心十分震惊。徐慧趁他出差时，明目张胆地把前男友带回来，一家三口住在贺宇的房子里，睡在他的主卧。然后他气急攻心，和两人殴打起来。徐慧前男友也不是吃素的，况且贺宇天天坐办公室，肌肉都没得几两，还是2打1，一不小心打过头，贺宇就被这样他们活活打死了，被打得不成样子，脸都看不清。死的时候，瞪大的双眼里都是红血丝，合都合不上，死不瞑目啊。至于徐慧和她前男友在逃跑过程中被警方及时逮住，法律会对他们做出审判，等待他们的将是牢狱之灾。我不可怜二人，因为他们罪有应得，我只是可怜那个小孩，他还这么小，亲人就接连出事。徐慧的母亲是二房，大概觉得徐慧丢人，誓死不肯抚养小孩，想将孩子丢给贺宇父母。贺宇父母自然不愿意抚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。被拒绝后，他又找到小孩的时候生父的家人，交给他们抚养。一条生命却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无情地踢来踢去。他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，也是这样被父母踢来踢去。我托人给他家人送了点钱，并非圣母，是真诚的希望他可以过得好一点，因为他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，也是这样被父母踢来踢去，像一个皮球一样。漫展结束后，我和以前的合作伙伴一起投资了几部动画和电影，公司的收益也还算不错。我便打算休息一段时间，顺便谈个恋爱。和贺宇结婚之后，我一直单身，不是说我不相信爱情，我也没有打算收心。我并不缺追求者，只是没有遇见合适的、心动的。后来，我的生命里突然闯入了一朵很耀眼、很吸引我的桃花。她比我小几岁，平时相处是撒泼打滚，样样都来，但是工作上的处事风格却十分老练。朋友说她是小奶狗型，确实反差挺大的小奶狗。和她谈恋爱，我很放松，不需要小心翼翼，不需要隐藏自己，我可以尽情地做自己，尽情地展示我的优秀，尽情地散发我的光芒，不用顾忌，不用忧虑，因为他在我身后只会热烈又自豪地鼓掌。我会转头对着他灿然一笑，然后勇往直前地奔赴我热爱的事业。我知道那才是我幸福的终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